素食会不会导致营养不良？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人的迷思吧。其实我一开始呢也有担心过这个问题。照顾好自己真的是一件很自律，而且永远都不会吃亏的事情。如果要花很大的毅力才能够坚持素食的话，应该就是你跟素食的缘分还没到吧。其实素食更多的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坚持。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素食主义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转变成素食主义者已经刚好有1年的时间了，所以我打算在这支视频里面跟你们分享这1年来关于素食的一些心得跟经验。那在这支视频里面，我会讲关于我为什么开始素食，我的素食类型，这1年来的一些感觉跟变化，还有很多人的迷思，素食究竟会不会导致营养不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开始素食。那其实这个契机呢，是因为一本书，一本叫做《救命饮食》的书。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本书，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想去看，可能也因为我那个时候跟素食还没有缘分吧，也不想转变成什么素食主义者。后来呢，因为家里也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的事情，我开始体会到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开始呢就很关注健康饮食，自然而然呢就想了解更多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起了这本书，于是我就决定去看一下。那其实这本书呢讲的主要就是关于肉类蛋白质跟植物蛋白质的一些研究跟对比。那作者呢就指出，这个肉类蛋白质虽然是很丰富，也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但是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同时呢也可以促进疾病的发展跟发生。相对而言呢，植物蛋白质呢没有动物蛋白质那么完整跟丰富，但是它比较稳定，而且不容易促进疾病的发展。而且他书里面指出呢，其实这个动物蛋白质跟很多种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病都是相关的，例如这个糖尿病、心脏病，还有三脂高，还有一些免疫系统上面的问题。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细节内容，我就不详细罗列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那再加上现代畜牧业对动物实在是非常的残忍，而且我也比较崇尚极简跟环保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多摄入植物蛋白质，而减少肉类蛋白质的摄入。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我的素食类型。那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完全素食者，我算是弹性素食者吧。因为我90%的时间呢都会吃素，但是10%的时间呢我会吃一点肉。而这个肉里面呢，我主要吃白肉，而白肉里面呢，我只吃鱼肉，还有鸡蛋。我大概是1到2周吃1次鱼肉，然后1个星期里面大概会吃3到5次鸡蛋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会疑惑，又吃蛋又吃鱼，这样算是素食吗？那其实因为我不是很介意这个标签的问题，而且我吃素是为了身体健康，而不是为了成为素食者这个人设。那所以我不想被素食者这个标签绑住。有时候如果你很想吃肉的话，可能也是身体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另外呢，我吃素不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纯粹是为了身体健康，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还有更加环保。那第3点就是关于素食1周年来我的一些感受跟变化。首先说一下身体上的感受跟变化吧。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的皮肤变好了，因为我在开始吃素之前，其实我经常都会长痘痘，而且是长那种很大颗的、很明显的，而且要起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才会完全消失的那种痘痘，或者叫暗疮。那所以之后呢，我首先就是没有再喝牛奶，接着就是开始以素食为主。
之后呢，我的皮肤就很少再长那种很大的痘痘了。虽然现在有时候也还会长一些痘痘，但是是很小的，很快就会好的那种。所以整体感觉呢，我的皮肤是变得更好。另外可能也是因为我减少了洗脸跟使用化妆品跟护肤品的频率。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体重更加稳定了。因为其实我吃素不是为了减肥，那所以我没有刻意要去减肥，但是呢，我的体重都维持在一个很恒定的健康的范围。就算有时候你想吃一些什么雪糕、蛋糕，也不会说突然会胖了几斤之类的。我觉得以素食为主呢，体重会更加容易控制。如果对于你是希望可以更好控制自己的体重，或者是你想维持身材的话，我觉得素食为主是一个很好的维持身材的方式。然后感觉身心更加轻盈，也有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但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很认同这句话，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呢，其实最后都是构成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如果你吃得更加健康、干净的话，其实最后还是会呈现在你的身体跟心理上面的。那最后一个变化当然就是我的厨艺的增进了。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为了营养均衡，我尽量都多吃多煮不同的一些食材在一起。但是呢，很多时候味道就是一般般。但现在呢，我除了注重营养之外，我会也开始注重味道，现在也因为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搭配，所以现在也比较会搭配不同的食材来得到更好的味道。那第四点就是关于素食会不会导致营养不良，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人的迷思吧，而且应该也有很多人对素食会有误解。其实我一开始呢也有担心过这个问题，但是之后呢我也看了很多的资讯，我就发现其实呢素食是不会导致营养不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吃够营养，还有吃得够均衡。因为植物蛋白质不像肉类蛋白质一样，就通常都不是那么完整，要尽量多吃不同种类的食物。其实素食里面呢是有足够的营养物质的，除了维生素 B12， 但是现在已经很多食物都有添加 B12 了，例如一些植物奶还有 Milo 这些都有添加 B12。那素食里面其实有全部的营养物质的，但是你一定要吃的够多种类，你不能真的是只吃菜、只吃蔬菜或只吃一种食材，那这样子很容易会导致营养不够均衡，所以起码要多吃4到6种不一样的蔬菜吧。还有呢，就是要合理搭配营养物质。对于我来说，素食有一个法则，就是一定要保证各种营养物质都有在里面，尽量要均衡搭配蛋白质、脂肪、纤维素、矿物质等等的不同的营养物质。而且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尽量要确保里面的食材都有涵盖到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才可以吃的营养均衡跟健康。其实如果搭配不好、不均衡饮食的话，就算是吃肉也会导致营养不良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素食是不是很难坚持的问题。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不难坚持的，因为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种选择吧，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吧。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吃得更健康，很自然而然的，我也不想去摄入红肉，也不想去吃太多的肉。最重要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素食的目的是为了减肥呢、健康呢，还是宗教呢？如果这个目的是源于你内在的驱动力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坚持。如果是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潮流，然后你想跟风一下，这种可能就会比较难坚持。如果要花很大的毅力才能够坚持素食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就是你跟素食的缘分还没到吧。其实素食更多的是一种选择吧，不是一种坚持。我觉得照顾好自己真的是一件很治愈，而且永远都不会吃亏的事情。吃的健康一点，虽然一时半会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但是5年、10年，如果你一直坚持健康饮食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的选择不代表所有人，也希望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饮食方式。好啦，以上就是我关于素食方面的一些感想跟分享，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跟参考。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